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猜数字的游戏哦。那这个游戏呢，可以让我们练习我们之前学的while回圈以及 if 判断句哦。好，那既然我们是一个猜数字的游戏，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谜底嘛。那这个谜底呢是一个数字。OK，那当我们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这个游戏会跟我们要输入哦。所以呢，我们要输入数字给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接收到我们输入的数字之后呢，它会判断我们的数字是不是大于这个谜底。如果大于这个谜底的话呢，它会提示我们小一点。如果我们的数字小于这个谜底的话呢，这个游戏会提示我们大一点哦。好，那这个游戏会给我们无限次数的猜测哦，一直猜，一直猜，直到我们猜对为止哦，直到我们猜到了这个谜底哦。好，那我们猜对这个谜底之后呢，这个游戏会印出恭喜你赢啦 ，OK。好，那这个大致上就是我们游戏的架构哦。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把影片暂停哦，自己想想看要怎么样做出这个游戏。我知道可能有点困难哦，不过大家试着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定要先尝试，自己先尝试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来，那再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哦。我们刚刚说了嘛，是一个猜数字游戏，所以我们要给它一个谜底嘛。那假设我们这个谜底叫 secret none 好了，我们写一个 secret none， 然后呢，我们假设谜底是77。好，那接下来呢还要再设置一个变数哦。我们这个变数呢是要存放用户输入的那个值哦，用户输入用户的猜测哦。OK， 那叫 guess。然后呢，一开始没有东西嘛，因为用户还没输入嘛，所以我们给它 none。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猜测的环节咯。因为我们会给用户一直猜测嘛，所以呢，它会无限次数的一直猜测，一直猜测。那我们就要一个while。那这个猜测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我们用户猜对了嘛。那换句话说，就是用户没有猜对的时候，就会一直继续嘛。那这边判断就是说用户没有猜对，那用户没有猜对呢，就是 secret none 不等于他的猜测guess。好，那如果他没有猜对，我们就会一直执行里面的程式嘛。那我们执行里面的程式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跟这个用户跟这个玩家，我们要跟他拿他的输入哦。所以呢，我们说请输入数字 ，OK。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上面写了嘛，已经定义了，放在 guess 里面。好，那因为这个 input 是字串嘛，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转成数字。那我们这边转成整数就可以了。我们用 int 把它转成整数。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转成整数了嘛？我们拿到了用户的输入，用户的猜测。那我们现在要判断是否用户的这个玩家的这个猜测是不是大于我们的谜底。如果大于我们的谜底的话，我们就提示它小一点，或者是如果用户玩家他的猜测小于我们的谜底，那我们就提示它大一点。OK， 那再来呢？如果用户猜对了嘛，用户猜对了，我们就会跳出这个回圈嘛。因为只有用户猜错了，我们才会一直让他输入嘛，一直让他猜嘛。那如果用户猜对了，我们就不会让他继续猜了嘛。那用户猜对了，就代表会跳出这个回圈。那一跳出这个回圈呢，就代表用户猜对了哦。那我们就给他印出恭喜你赢了，OK。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猜数字游戏哦。OK， 那我们直接来玩玩看。他会叫我们请输入数字，那我们要先猜嘛。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随便猜，我们猜100，来做小一点。那再来请输入数字，他已经提示我们小一点了嘛。那我们假设直接砍半好了，猜50。
来做大一点，那我们再砍半75，还是大一点，那就是75到100了嘛，那我们就80好了。小一点 ，OK， 现在是75到80了嘛，假设我们猜77，因为77已经等于我们的谜底了，所以呢，他就跟我说恭喜你赢了。OK， 那希望大家这边都有做对。那如果没有做对的话呢，自己暂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刚刚说的，顺一下自己的逻辑。OK， 那顺好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再进阶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太简单了嘛，我们给人家无限次数的猜测，他想猜几次就猜几次，这样这游戏太没挑战性了嘛。我们要再给这个游戏多加一个限制，我们要限制它只能被猜测3次哦。如果猜测3次超过的话呢，我们也算他输了这个游戏。就是说这个游戏只能被猜测3次哦。OK， 那要怎么做到这个点呢？那一样，如果你已经完成我们这一部分的人呢，可以先暂停这个影片哦，想一下要怎么做，自己先试试看。我们要加一个限制，这游戏只能被猜3次，如果猜超过3次也算是输。OK， 那如果输了，我们就要印出说你输了。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那我们现在多一个判断嘛，我们是要判断说他是否有猜测超过3次嘛。那我们要多几个变数来存放一些资讯。假设第一个变数叫 guess count， 那这个变数呢，储存的是我们现在的玩家呢，他猜测到第几次哦。那一开始是0嘛，那再来呢，假设有个变数叫 guess limit。那 guess limit 这个变数呢，存放的是我们最多能猜几次哦，3次。那再来还有一个变数是，假设叫 out of limit。那这个变数呢是一个布林值哦，它存放的是这个玩家是否有猜测超过3次哦。好，那一开始没有嘛，所以是 false。那再来呢，我们的while判断也要做一个更改哦。一开始呢，我们这边本来是写说，只要 secret none 跟我们的猜测的数字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没有猜中的话呢，我们就让他继续猜嘛。那现在除了这个判断以外，我们还要再多一个判断哦。所以呢，现在就会变成说，这个玩家没有猜中谜底外，且就是 and， 且没有猜测超过3次嘛。那且没有猜测超过3次呢，我们可以这样写 not out of limit， 因为我们刚刚说 out of limit 是存放是否有猜测超过3次嘛。那没有猜测超过3次呢，就是加一个否定，变成 not 没有。OK， 那假设两边的这2个条件都成立的话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回圈，让这个玩家看可不可以继续猜测嘛。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把 guess count 先把它加1哦。我们一进来，我们先把它加1，所以写加等于1。本来是0的嘛，一开始原先是0，那我们一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加1，就变成1了。那变成1之后呢，我们要来判断是否 guess count 有小于等于 guess limit。如果成立的话呢，表示它还没有超过猜测的次数，所以我们就让它执行我们的猜测的动作的程式码。那反之呢就是超过了嘛，那超过了就 else， 我们把 out of limit 把它变成 true。OK， 那把它变成 true，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while判断的时候这边呢就会是 false。那这边是 false 的话呢，这个while判断就不成立。那不成立，它就会跳出这个回圈。那跳出这个回圈呢，我们会有2个状况嘛。第一个状况是我们赢了这个游戏嘛，那第二个状况是输了嘛。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 ，if out of limit， 如果 out of limit 的话，我们就印出
抱歉你输了，因为 out of limit 本身是是否超过3次嘛。抱歉，你输了。那反之，否则 else， 我们就印出，嘿，恭喜你赢了。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程式码哦。那这个部分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哦，没关系，如果还是不懂的话，可以多听几次，那自己多想想看。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玩哦。我们把这边清理一下，我们直接开始玩。他说，请输入数字。那假设我们开始猜100，小一点我们猜50，大一点我们猜75。这边他就说抱歉你输了，因为我们已经猜3次了嘛，我们没有办法再猜第4次了，所以就输了。那我们一样清理一下，那我们再玩一次。请输入数字，我们猜100，小一点我们猜50，大一点我们猜77。他就说恭喜你赢咯，因为我们猜的次数还在3次以内嘛，我们在第3次就猜中了。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猜数字游戏哦。那因为这个部分还算是有点复杂，那我这边再帮大家再顺一次程式哦。我们程式由上而下执行嘛，那我们一开始先设置的这个谜底是77，那再来呢，这个 guess 这个变数呢存放的是玩家他猜测的值哦。那 guess count 这个变数呢存放的是玩家现在猜测到第几次了。guess limit 呢是判断guess limit 呢存放的是我们最多能猜几次。那 out of limit 呢这个变数是一个布林值，它是拿来判断我们的猜测次数是否有超过3次。那我们的判断呢while判断哦，判断它能不能继续猜，有2个条件哦，都要符合才能继续猜。第一个条件是它没有猜对嘛，那第二个条件是它不能猜超过3次嘛。OK， 它没有猜对是这个，它不能猜超过3次是这个。OK， 那进入回圈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先把我们猜测的次数加1。那加1的之后呢，我们判断猜测次数是不是还是小于等于我们的最大猜测数。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让这个玩家再猜一次。那如果不是的话呢，反之我们就是把 out of limit 变成 true。那变成 true 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上面的while判断，这一串就不会成立了，因为我们的后面这个 not out of limit 就会变成 false。那变成 false 之后，我们会跳出回圈嘛？那跳出回圈是有2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赢了，第二种状况是输了。那输了的话呢，我们的 out of limit 就会是 true。那赢的话呢，我们的 out of limit 就会是 false。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哦。if out of limit 我们就印出抱歉你输了，那反之就是你赢啦。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哦。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